美国人通过卫星照片发现的到底是导弹发射井还是风力发电机？媒体报道翻车，为什么总能翻成连环车祸？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前一段时间呢，我们还记得吧？有一个报道是美国一个著名的研究所，詹姆斯研究所，就是专门搞各种弹道导弹、各种武器研究的。他们历史上曾经发现过不少，比如说俄罗斯的或者其他一些地方的弹道导弹发射井，并且对这个核武器扩散一直在关注嘛。就这么一个研究所，通过商业卫星的照片，发现在甘肃玉门周边呢有一片工地，然后呢，根据这个照片的判读啊，他认为这是一大片的新的弹道导弹发射井正在施工，有一些呢是已经建好了，有些还在做土建。他们对照了一些其他地方发现的这类建筑呢，还核实一下自己的判断，因为他们找了起码3个地方的照片对比了一下，认为这基本上能够确定是同一类型的弹道导弹发射井。这个事儿呢，以前我们节目里边也做过相关分析，只不过那次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就是从基本的理论出发，做了一系列的可行性和可能性分析，说如果是导弹发射井的话，合理性和可能性在哪儿？但是到底是什么，我们没有做任何结论。可就在那几天呢，国内有微博大 V 说了，因为这个微博大 V 啊，估计也是看了一下美国公布的卫星照片，一看呢是一个一个圆圈，就说了这些圆圈呢根本不是什么弹道导弹发射井，是风力发电机基座。然后这个解释就广为流传，很多专家一看有人解释了，这就是一个风力发电机基座，大伙儿呢就开始纷纷使用这么一个说法，在各大媒体上全都做上解释，说这个就是风力发电机基座，美国人毫无常识，把这个玩意儿都能误认为是弹道导弹发射井。特别是大部分媒体一看，谁说的呀？这是某某科学院在某某日报上某某某老专家的解释，那肯定没错呀！你纷纷引用，纷纷转发，一下子全国各家媒体是同气连枝，一起嘲笑这个美国研究所什么烂水平啊！当年把中国南方那个福建土楼当成导弹发射井，这回又把风力发电机基座当成导弹发射井。不过呢，最近美国又公布的是更清晰的卫星照片，还有分析依据，把这几个建筑呢照片拍得已经非常清楚了，有充气式的这种顶棚覆盖着的。那么请问什么样的风力发电机是拿充气式顶棚整个覆盖起来的呢？那还有风没风啊？还怎么发电呢？就是面对这么一个照片，某些媒体就看着这个充气顶棚还在继续报道，还在继续嘲笑，说了当初某某某专家在某某日报上早就解释了，这就是风力发电机座，坚持不改这个说法。又看得我是尴尬症发作呀！这么多专家，这么多媒体，听到一个解释之后，怎么就没有一个人能好好看看原始资料，看看卫星地图，哪怕你拿个尺子做个比例尺比一下，就做不到吗？看了一眼某个解释就直接采用，真的忙到连1小时时间都抽不出来好好看看地图吗？首先，图上那些圆点是什么？只是图标，是标出位置的图标，那不是建筑的真实形状。就真的有人以为卫星拍到都是圆圆的东西，就是这个风力发电机基座。对不起，实际建筑要比那个风力发电机基座大得多，是方的。从新疆到北京这条航线，我出差比较多，经常飞。从飞机上往下看，是很容易看到大片的风力发电机，但是风力发电机之间的这个间距都是几百米。按照要求，就是面对常见的风向，航间距间隔是6倍左右的风轮直径，列间距是4倍左右风轮直径。但是你看美国公布的照片，这些建筑间隔都在3公里以上，3公里以上，能算是4倍和6倍吗？那这叶片得多大呀？风力发电机它的间距要搞成3公里以上，从发电站的维护角度来讲，维护起来会非常的困难。你把面积铺那么开，同样发电机数量，你要部署多少人力才能够解决这个日常维护问题啊？至于说某某某专家说的美军没有常识，把福建土楼当成了导弹发射井，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他说这件事儿只不过是当年流传甚广的我们自己人编的一个段子而已。也许有人会说，我们专家是故意瞎解释，是为了不验证美国的情报信息。这个话理论上是对的，但是詹姆斯研究所是干什么的？是搞这个行业这么多年的专业研究所。你说是风力发电机基座就能把人给忽悠了，把人给蒙了吗？哪儿那么容易啊？
战略忽悠局不是这么干活的。战略忽悠局的特点是什么？第一，说出的话技术上是科学的、合理的，然后才能把人家给忽悠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所谓的战略忽悠，技术上不合理，科学上说不过去，根本毫无真正的忽悠作用。恐怕真实情况就是我们的专家们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这么多，不会去考虑怎么忽悠洋鬼子，实际上只是为了做个快餐节目，忽悠的对象只是国内的同行和观众就行了。现在这么多新闻报道，人云亦云的东西实在太多，我们真的需要，我们也真的想呼吁一下，我们这么多专家学者在把节目做出来之前，稍微用点心思，做点功课，好对得起我们这么多观众。那么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见。